大家好，很快就要到元宵节了，它是中国的传统节日。每到元宵节，人们除了赏花灯、逛庙会、猜灯谜之外，最少不了的就是吃汤圆了。汤圆也是一种很有特色的食物，寓意团团圆圆，也表达了对幸福生活的一种期盼和向往。煮好的汤圆圆润滑嫩，香甜可口，特别好吃。但是很多朋友煮出的汤圆不是破皮就是露馅儿，要不就是欠点火候，里边还有冰块。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个煮汤圆的小窍门，按照这个方法煮，保证你煮出的汤圆不破皮不露馅儿，香甜又软糯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大碗中倒入适量的清水，然后将准备好的汤圆倒入清水中浸泡一会儿，这样汤圆可以一边解冻，一边补充解冻过程中流失的水分。浸泡时间不要太长，浸泡30秒就可以。然后将汤圆捞出来，放入盘中备用。接下来锅中倒入清水，开中火烧至。水烧至冒小泡的时候，在里面加入1勺白糖，用勺子搅拌融化。加白糖可以提高水的浓度，防止粘连，这样汤圆更容易成型。同时加入白糖也可以使汤汁喝起来更加的清甜。不用等水沸腾，水烧至大约80度的时候，就可以将汤圆放进来了。这里要注意，煮汤圆的时候千万不要水开之后再下锅，那样很容易由于内外温差太大而导致汤圆整个破裂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汤圆下锅时看着好好的，出锅时就都烂了。全部放好之后，用勺子推一推，搅一搅，避免因为糊锅而导致破皮。同时多搅动还可以使汤圆受热均匀，使煮出的汤圆更加圆润，不容易变形。水烧开之后要记得赶紧点水，这一步非常关键，不能让汤圆一直在沸水中沸腾，那样很容易将皮煮烂，但是里边的馅儿还是加生的。这里点2次水就可以了。点水的目的，一是可以降温，二是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，使汤圆学熟得更快，不会出现加生的情况。三是使汤汁更加的清爽，汤圆也会更有嚼劲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儿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点水2次之后，看到汤圆全部浮起来，像这样就熟了。如果想要汤圆更软滑、更有弹性，这个时候也可以过一下凉开水，将汤圆舀入碗中，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用这个方法做出的汤圆，个个圆溜溜的，不粘锅、不破皮、不露馅，咬上一口，香甜软糯又有嚼劲儿，真的是越吃越想吃。如果你也爱吃汤圆，就抓紧收藏起来，元宵的时候做给家人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、转发哦！感谢您的支持，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大家好，今天用红枣和大家分享一道特别好吃的美食，饭店一盘卖48，自己在家做，成本不到5元，香甜软糯又好吃，造型也很漂亮，出锅满屋飘香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碗中准备150克红枣，在里面倒入少许清水，把红枣打湿，再加入1勺食盐，少许面粉，用手抓拌均匀。红枣表面有很多的褶皱，里面都是藏污纳垢的好地方，所以说红枣直接用清水洗是洗不干净的。这里加食盐有消毒杀菌的作用，加面粉能吸附掉红枣褶皱里边的杂质和灰尘，抓至感觉有点粘手，再倒入适量的清水，将面粉清洗掉，这里要多清洗几遍。红枣营养丰富，女性朋友们可以多吃一些，对身体特别好。洗干净的红枣放入盘中，接下来准备一个吸管，将红枣核取出来，这样给红枣去核特别的简单快速。再用剪刀将红枣剪开，像这样就可以。全部处理好之后，先放一旁备用。
接下来碗中准备200克糯米粉，加入30克奶粉，增加奶香味。先用筷子搅拌均匀，搅匀后从中间分开，分成2半，一半用刚烧开的开水烫面，边倒边搅拌。另一半用凉水和面，这里糯米粉如果全部用开水烫的话，特别容易粘手。像这样用半烫面，不粘也不散，很好操作。搅拌成面絮状，下手揉成面团。像这样就可以，揪一块面团，用手团成小圆球。像这样就行，依次全部团好。取一个处理好的红枣，再将糯米小圆球放进来，2个为一组，使红枣包裹住小圆球，稍微整理一下，像这样就可以。全部做好之后放入盆中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儿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再放入蒸笼里，盖上盖子，上气以后蒸15分钟就熟了。时间到之后，打开盖子看一下，哇，一股浓浓的红枣香味扑鼻而来，造型也是特别的漂亮。先取出来稍微放凉，这个时间锅中准备30克红糖，1勺蜂蜜增加香甜味，再加入100毫升的清水，开中火将红糖搅拌至融化。水烧开后，再转小火慢慢熬，期间用铲子不停地搅拌，熬至糖浆由大泡变成小泡，再倒入少许的淀粉水，用铲子搅拌均匀。糖浆再次烧开，最后熬至像这种粘稠的状态就可以了。然后均匀地浇在红米糯米球上，哇，看着就要流口水了。红枣这样做不煮不油炸，营养特别的丰富，咬上一口又软又糯又香甜，真的是好吃到停不下来。冬天女性朋友们也可以多吃一些像这样的小甜品，里面满满的营养。如果你也喜欢，就抓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、转发哦！感谢您的支持，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